佛菩萨、声闻、缘觉、众生啊，有些是众生来的哦。你看你们接下来去读就遇到很多这些了，然后发现他们都哇，老远的地方都要来听佛说法啊，来亲近这个佛陀。很多部里面都有讲到呢，很多品里面就会讲到，每次这个品一开始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四面八方啊，很多菩萨啊，什么都来了，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修行，他们来了，我们就随喜。那么这个喜呢，是发自我们的内心。这个内心升起来，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因缘所以我们跟它相应了。如果你的心没有跟它相应的话，就升不起来了那升起来了以后呢，就在修行的过程，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又在修行的过程，所以这个功德也就升起来。这个也是一些功德功课里面的一些修行的方法，我们也能够得到然后你心里面虽然有时候呢也有小小或者大大的一些私心自我的这个意识在那边，没有关系在这个过程里面尽量把自己呢涌入到整体然后这个自我私我呢就会被放小那你这个时候随喜功德，这个也不简单了有时候你也发现到说，那个过程里面呢，好像自己也有一种真正内心有很充实，有一种喜悦然后有一种说跟法相应，那有时候念也会有一些感动，所以这些过程呢，都是我们内在的心理内在的一种修养，然后跟我们的修行有相应了有了这个相应，你所行所持，它就发挥了它的一种功能发挥一些作用。那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呢，你要继续的向前向上，它就有一种力量推着你，让你呢能够在用功的时候明白的更深说不定你们念到某一卷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一卷念的经文哇太欢喜了，跟你完全是心里面所想的一样，然后你心可能就有一种相应，甚至有一种好像我就明白它了，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那种心理那就表示说你在用功的时候有进步了。因为我们在修行里面呢，精就是所谓的精有时候我们也把它讲成是这个径径是什么？就是一个路，一个道，带着我们走一个路径带着我们走所以我们在念经的时候，就好像找到了一条路，人生的正道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内容，哇，太好那么你的心里面就升起了一种喜悦相应的心理，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就已经有功德了，因为这个不是外来的，又从你的内心升起来的所以如果你们在这段时间用功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感动感触的话，表示你们有涌入到这个功课里面，涌入到这个经文里面去，很难得因为我们这个法会真的很殊胜能够让有那么多同学愿意来，而且呢，在大家一起唱诵的时候呢，都很相应的。可能有些同学是第一次念，可是呢，你念的时候不一定赶得上，
但是听到那个念诵的声音，有时候看作这个经文不一定赶得上，但是有时候会跳过，但是有一些经文的内容念起来，哇，非常的欢喜的。这个你们又在做这个功课了。那如果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呢，就是看到别人的好我们知道佛菩萨这个圣者阿罗汉的这些功德，当然是看到了欢喜，这个是很高的。可是我们也包括了众生，众生呢在修行的时候，有些在世间，有些会去向这个出世间。然后我们相遇相处的这些同学，一起在用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比较世间的修法，有一些慢慢的去向出世间的修法这些功德我们用欢喜心就让我们的心里的一种欢喜存在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去相应然后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加入前面的所谓的称赞所以称赞如来，也就随喜如来的功德，所以称赞如来。那回到我们现实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样的一种心理看到别人做好事，看到别人有种种的所谓的喜事这个喜事不一定是我们世俗我们华人想象的啦就有很多好的事情，你就让你的心去跟他相应，然后去随喜他。那么这种心理呢很重要，因为呢它对治我们一个很不好很负面的心理。这个我们已经不用谈到那么高深了，就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回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对治一种很麻烦的心理。什么心理呢？我们看到人家好，我们就不耐叫做不耐他荣，人家荣欢喜好这个是什么心理？嫉妒心这种心理虽然有些不明显，有些明显，但是呢这种心理它对我们的修行其实伤害很大的，你就不会进步的，知道吗？因为它是慢性里面很强烈的慢性里面，然后再加上慢性的背后的自卑，然后呢糅合起来就跟贪嗔痴的烦恼全部在一起，然后变成嫉妒的心所以它很复杂的嘛，妒忌心或者嫉妒或者妒忌他的心理很复杂的，贪嗔痴慢全部都有所以呢当我们有这种心理的时候你看到别人好，你心里很苦的这种心理，对不对？你总是处在这种心态的时候呢，哎呦真的很可怜很麻烦然后你就不会进步了。为什么呢？他好，我就不随喜他，然后我妒忌他，然后呢又看不惯他，然后心里面的一种有时候是自卑升起来我们就不承认他那么好。我们在学校有些同学考得好，我们就妒忌他，一定是偷看的啦，一定是什么这样，对不对？真的。然后呢你就想我不甘愿我要胜过他，可是呢你又胜不了他因为他真的厉害。所以有时候呢有一些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电影一些故事或者一些什么这样，就弄一些坏动作咯，比如说把人家的东西偷偷放在他的那边就告诉老师他偷东西什么之类，
这种故事很多的吗？对不对？啊，你看你专门就是头脑不用好的，整天想东想西，想的都是不正的，都是歪的、扭曲的，对。所以你一旦有这种心理，你的心就被扭曲了，贪嗔痴慢，全部就扭曲你的心，然后你再也看不到你的那种清净或者是比较干净的心，你就想尽办法要害人，不甘愿他吗？这种啊，在一些比赛里面有的，你知道吗？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赛，他们啊，比如说那种滑雪那种比赛，看谁比较快的，有一些国家他怎么样呢？他们有2、3个人进来，他看到另外一个国家，哇，那选手很好，赢他，他们就2、3个合作，就故意有一个人去撞他，然后让其他人去赢。这种心理很扭曲的，知道吗？他们不从正当的这种训练，然后正当的训练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我们说天赋不够，没有赢人家啊。但是呢，又不甘愿给人家赢，所以呢，就几个人哦，反正同一个国家嘛，拿到他们就国家光荣了。真的有这种事情啊！你们去看那些比赛，有时候就看到啊，有几个国家，其中有一个特别强，他们的动作很明显了啊，都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个他们怎么会进步呢？他们就变成训练的过程里面要学一些我们叫做奥步啊，怪招，怎么样去挡人家，怎么样去干扰人家，对不对？他就不正统了吗？他不是正常的比赛了吗？所以我们一旦有这种心理哦，哇，你很麻烦哦，扭曲啊，整个心会被扭曲。有时候贪和嗔还不那么明显，你知道吗？贪嗔我们就贪嘛，是吧？可是你一旦有这种妒忌或者嫉妒的心理的时候，啊，慢、自卑、贪嗔，然后当然加上痴，因为你就是处在愚痴的状态才会这样嘛。糟糕了，你就不会进步。然后考试的时候你也不会进步咯，你就学一些奥步咯，一大堆的问题就出来了。我记得我们在读书，我们那一期的同学哦，我们考这个 LCE， 那个时候叫 LCE 啊 ，MCE、LCE， 我们那个年代，现在叫什么 SRB 了，对不对？初中联考哦，初中的。我们考试的时候呢，就排成1排、2排、3排、4排，大概是5排吧。我们的课是4、5排、3、4排这样。然后一个人一个桌子。然后我们同学考试呢，我们有 A 班到 A、B、C、D、E， 好几班哦。后面还有最后的几班都是成绩很差的哦。那一起考咯。那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这些。我算是稍微好一点了，中上这样哦，算是 A 班哦，算中上。A 班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我们这种不是那么好的了啊。然后我们考完试了以后，因为这个考试是画 ABC 嘛，啊，这种叫客观题目嘛，对不对？ABC 考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个放在旁边，那我们比较快嘛，考放在旁边做什么呢？帮助旁边的同学啊，有时候那考官过来把我们移进去，他走过我们，然后我们的同学就在那，对，虽然这个做法也不是很好，但是呢，它反映另外一种心态咯，肯定不是妒忌心。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跟我们一起上去，所以我们那一年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有个同学读最后一班。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同学一起在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从来没有霸凌同学的，没有这些，我完全没有印象说我们去欺负哪一个同学，甚至最后班的那些同学很调皮的，
我们有时候也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顽皮啊，他们有一些不好的点子啊，怎么讲啊，我们觉得很开心的，因为同学在一起闹嘛，所以我们完全没有那种心态。然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我们那一年呢，有一个同学是最后一班的，结果呢，他拿了好几个 A 啊。我们那个时候呢，考到最好的成绩呢，大概是4个到5个 A， 现在是10几个哦，现在 A 已经很便宜了哦。我们以前很难的，尤其我们考这个 LCE 这个客观题目哦，考完了以后，那些同学一拿出来，那个问题啊拿出来对照一下，有些同学发现他错了大概是2题还是3题这样，他就知道他拿不到 A1 了。错1、2题就应该不在 A1 了。A1 差不多是最多能够错1题罢了，不然就是满分啊。所以 A 很难拿的，知道吗？啊，我们那个同学不知道拿了2个还是3个，我1个都没有拿到啊。我们最好成绩的同学大概是4个还是5个，这个最差的那一班他竟然不拿到2个还是3个。结果开学的时候他就被放到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理科跟文科是这个成绩来选的嘛，啊，成绩好的就读理科咯，理科有3班，他就理科第1班。我们同学全部看到他成绩出来的时候，哇，砰砰砰砰砰，大跌眼镜啊！我们就问他，他后来读2个星期就跑了，他说我不能读了，我读下去会死掉。他真的是不能读的。他说我坐在最后一个嘛，一排里面总是有一个最后的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悄悄把自己的椅子往后挪，他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往后挪稍微后一点，所以他的视角呢就咻，前面也可以看到，所以前面3个同学他可以选，如果前面3个同学里面有2个是 A， 哦，这个 A 是对的，不会错的。结果他拿了2、3个 A， 我们那些同学给他看的，给他看，知道他在看，给他看。所以呢，我们那些的同学到现在都还很好的啊，因为呢，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同学与同学之间呢，就是反正就是那种很真啊，完全没有那种心态的。现在不行哦，一考完盖到紧紧哦，怕人家看啊。每个人都一直觉得一定要自己，然后要想办法。我们那个时候也不会去找那个作弊的，也不会啊，就大家拼。那么到高中就不行了，高中用写的没有办法了啊，那个主观的考试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哎呀，都觉得说我们同学之间原来可以好到这个程度了，就是之间呢，谁考第一谁考第一，我们不会去妒忌他们的，觉得理所当然的。所以那些考到很好的同学，现在跟我们这些考的不是很好的，甚至考得很差的那些同学，我们聚会的时候都还是很好的朋友，没有人产生那种心理的啊，所以也是我们那一届的福报来的了啊，所以都遇到这样好玩的同学哦。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说这一个方法呢很好，因为呢它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往正向那边去看，对不对？然后我们呢都不会产生这种负面的心理，这个很重要。其实看起来我们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层次，但是在修行上我们看出它这个对治它的功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而且呢一定要把它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然后只要看到别人做好的，别人比我们更好的啊，还有种种的这些功德，包括我们在禅堂修行什么，那些同学用功用得很好，
一定要让他升起这个欢喜心，因为看到他们的功德，我们的欢喜心就升起来，就可以随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的心胸会慢慢的扩大，然后我们里面呢就没有这些杂染的东西，没有扭曲的东西啊。这些扭曲的东西啊的心理啊，对我们的修行真的很大的障碍的。所以才会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为什么学佛学到偏差，很多都是这种扭曲的心理了。看到别人好，你不喜欢，然后你不喜欢的时候呢，很多不良的行为就会跑出来，然后很多扭曲的心理就会在你的心里面呢转来转去，到最后你累坏了，然后自己不止没有进步还退步，因为你想的都是怎么样去破坏人家的好，你不是想到怎么样去随顺他的好，然后用欢喜心去跟他相应。那么这样的一种过程呢，你就能够真正的学到，我们随喜佛的功德，随喜菩萨的功德，我们就学到佛的行持，所以我们叫学佛嘛。后面还会再讲学菩萨你看到同学哇这么好，这么用功，这么修行，随喜，那么你就会亲近你就会跟他相应，然后你就跟着他往那条路去，然后那扭曲的那些把它抛开，所以它也有这个对治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这一门功课，这一门修行这么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放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让它成为我们的一种修行的方法，然后我们就能够符合普贤菩萨的第5个愿行。 OK， 做得到哦好，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众生于我等，皆共成佛道。祝大家法喜充满，智慧增长，谢谢。